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来宾林亮君议员、林珍宇议员、黄伟汉先生、刘永平前副市长、游淑慧议员、林涛议员。好，俄罗斯跟乌克兰呢，现在第二轮会谈呢，1个钟头就结束了哈，都很快哈。那没有什么重大进展，但是也不是没有进展啊，主要双方坚持的立场其实南辕北辙了哈。那俄罗斯提出2个停火方案啊，但是乌克兰呢，怎么可能同意呢？同意的话就相当于投降了啊。第一个就是要乌克兰完全撤出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赫松跟扎波罗热4个地方啊。那另外呢，这个第2个选项呢是这个乌克兰武装部队要解除啊，然后呢停止所有的外国军事的援助，情报资源也不可以，而且呢要变成一个永久中立国，不能参加北约哈。那这4个地方是俄罗斯占据的了哈，当然这个地方本来就比较亲俄了哈，但是呢，这个你现在说克里米亚其实也是俄罗斯原来送给乌克兰，现在把它拿回来，像这些地方你说全部要承认，乌克兰怎么可能承认呢？那泽连斯基就说好，你不承认我就继续攻击，一直到你停火啊。那前天不是去这个突袭用无人机117架无人机突袭俄罗斯的4个或是5个机场吗？那这个乌克兰说炸毁了他41架轰炸机，俄罗斯说只有3架，其他都可以修啊。到底是几架啊？大概双方加起来除2的差不多了哈。那土耳其总统说呢，这个我希望能够主持了哈。然后呢，美国也来，俄罗斯乌克兰领袖会谈，赶快结束战争。那川普也说，如果呢要主持这个会，我会去参加啊。那另外呢，这个有14个国家重申这个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立场，这个叫做布加勒斯特9国，北欧有5国，大家知道北欧本来就5国。那这个 Bucharest 这9国什么意思呢？是在这个等于东欧了。我认为这个几个国家原来都是俄罗斯的这个苏联的这个加盟国了，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3小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等就原来的华沙公约这些国家都变成北约去了，都参加这个西方国家了哈。那另外呢，41个军机到底是真的毁了，还是呢有些可以修？说这是珍珠港事件日本偷袭珍珠港嘛？那乌克兰用的所谓蜘蛛网奇袭筹备了1年半，说泽连斯基亲自操盘，没有告诉美国因为告诉美国，可能川普大嘴巴就把它讲出来了俄罗斯你赶快谈吧，人家马上要去攻击你了所以没有告诉美国那自己干的那另外呢，这个他现在你看这么几个基地都各有不同架次的轰炸机都被这个突袭了那当然突袭无人机很小了，那这个但是那个轰炸机可能有油箱。如果油箱打到就会爆炸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看这无人机长这个样，所以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无人机上有炸药炸药下去的话可能会点火会爆炸那另外呢，卫星看的时候，你看俄罗斯的机场飞机这样停一点遮盖都没有，也没有那个机堡，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子所以呢，俄罗斯大概以为说我那么远，你们谁会来打我呢？乌克兰这次出动了这个无人机，他先用卡车。上面搞个木屋，无人机放在木屋里面，然后卡车的驾驶是俄罗斯人，他不知道载的什么东西，付钱给驾驶就开了。我俄罗斯人呢，那边境也不会怀疑到了俄罗斯机场附近摆那个地方，通通停下来，一声令下，无人机通通起来，同时轰炸。因为如果说呢轰炸的时间不同的话呢，就其他机场可能会警觉所以乌克兰这次做的蛮厉害的表示呢，你川普说我没有 card。没有牌，我告诉我还是有牌的那所以呢，现在说成本曲线颠覆了，因为一架无人机很便宜嘛，一架轰炸机多贵所以呢，马斯克说无人机才是未来战争的主宰，无人机的就是能够操控无人机的。那泽连斯基说呢，他114架无人机有110个驾驶，无人机怎么驾驶呢？远端操控所以每个飞机都有一个人操控那 CNN 说川普的公信力岌岌可危，因为呢。和谈之前呢，你川普跟他们和谈之前，这个乌克兰突然大肆攻击那俄罗斯也没什么反应，很奇怪如果是以色列的话，一定大规模报复俄罗斯到底心里想什么？是想把它大事化小，
还是呢真的像俄罗斯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修修就好了？还是呢这个俄罗斯在酝酿什么报复？事实上，在117架无人机去打俄罗斯之前，那个晚上俄罗斯派了400架无人机去轰炸乌克兰，你打我，我打你。那现在和谈呢没有什么结果，只有一个达成协议了，双方互相把6000具尸体还给对方，死了多少人啊？6000具尸体，这不可能一夕之间死掉的嘛？6000具到底死了多久？今天有一个外国杂志报道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死的人100万人，俄罗斯在乌克兰死亡的，他说这么多的遗体，乌克兰不知道怎么处理，还蛮麻烦的。我们看一下。乌俄代表团周一再度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第2轮停火协商，但这次三方会谈只持续大约1小时就落幕。Во-первых, мы в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м порядке передаем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6000замороженных тел погибших украин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俄罗斯代表团才刚走出会场，就被记者包围追问最新进度。双方延续第1轮和谈共识，移交战士遗体，还要再交换1200名战俘。除此之外，这场和谈没有其他进展。乌克兰称，关键在于俄罗斯一再拖延和平与停火备忘录，直到会议中才交出来，导致乌克兰根本没时间商讨，无法立刻回应。который состоит из 2 частей. Первое. Как достичь настоящег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мира? 据传，俄罗斯的备忘录内容要求乌军撤出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与赫尔松等4州，对于领土问题立场依旧强硬。Sayın Vladimir Putin'i gerekse Zelenski'yi aynı şekilde İstanbul veya Ankara'da bir araya getirmek.Hatta Sayın Trump'ı da。和谈结束后，不仅乌克兰防长乌梅洛夫在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乌俄领导人亲自谈判才能解决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段也想安排双方会面，甚至不排除找来美国总统川普打破停火僵局。来，伟汉，这个协议为什么谈那么快？因为其实基本上最核心的问题没有谈妥。其他的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意义啊。那俄罗斯现在目前传出的和平协议，其实它就是赢者全拿，反正你愿意要退了嘛，好，那我们就提出刚刚那个图卡是非常清楚了。2014年的克里米亚继续是我俄罗斯的，好，然后乌东4州顿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跟赫松都交给俄罗斯，你乌克兰必须要退出，军队也要出去，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你乌克兰以后不可以加入北约，限制乌克兰的军队的规模，然后不可以有核武。然后乌克兰变中立国，然后呢，西方各国也要停止提供情报跟武器给乌克兰。好，那先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民众拍手说好，因为以后乌克兰就不会是俄罗斯的威胁，你也不会这个被西方所这个操控或怎么样对我们造成威胁。你没有加入北约嘛？可是呢，乌克兰代表所提出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加入北约啊。那你这边是绝对不可以，那边是要，那你怎么谈？1个小时谈完。第二个，刚刚所提到的那几个地方除了克里米亚之外，乌东的4州在这一次的美国跟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协议里面，它开采的这些稀土都是有很多，大概有将近1/3都在这4州。所以乌克兰完全不提这一点，因为那不是我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美国如果要开采这些地方的稀土，你跟我签了合作，以后还会有个基金，然后你还能够继续开采，那乌军都退出来了，我怎么开采？所以他不谈这一点，因为显然乌克兰把这个问题烫手山芋交给美国去处理。第三，乌克兰希望美国跟欧洲是提供安全保障，所以所谓完全撤军，然后都不要再有这个西方世界的武器跟情报的提供，乌克兰也不接受。那现在两边要和谈，可是呢，他们的关键核心问题没有一个是有共识的。所以最后就是实质上来讲的话，刚主任讲的，可能就是在战争的这样打了2-3年以后，后续的处理、尸体的交换，可能是最实质的，其他部分看起来没有什么进展。不，当然了，谈判之前双方一定是拉高价码了，然后杀对方然后呢，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了开始不能我就让你嘛，然后最后谈会怎么样？那川普到底有多少角色？另外呢，乌克兰怎么去炸俄罗斯的？我们看一下。乌克兰无人机就这样在大白天深入俄罗斯北极圈的奥莱尼亚空军基地，炸毁下方停放的好几架战略轰炸机。Оце так файно виглядає зараз аеродром Білая. Стратегічна ворожа авіація. 整个过程，乌克兰安全局局长全程紧盯。原来6月1号这天，有至少4座俄罗斯空军基地遭殃，到处冒黑烟。
除了靠近芬兰的奥莱尼亚空军基地，中部的伊文诺佛和赞良州的加吉列沃空军基地，甚至距离乌克兰4000多公里、更靠近蒙古的别拉雅空军基地都无能幸免。不过，发动攻击的无人机起飞地点不在乌克兰，乌克兰早就秘密将无人机走私进俄罗斯，并放在卡车后方货柜的神秘夹层。这些卡车就这样在俄罗斯啪啪走，仿佛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航空母舰。直到来到目标附近，就大举释出无人机，手法也被形容像是无人机版的木马屠城记。乌克兰这次任务实际名称为“蜘蛛网行动”，策划长达1年半。乌克兰总统和安全局长庆祝任务成功，也公告他们其实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附近租用仓库存放无人机。这次甚至只用117架就摧毁40多架的俄国军机，包含图95、图22战略轰炸机和 A50预警机，俄军损失至少达70亿美元。现在俄罗斯人则是看到大卡车就怕，最新有画面传出，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地区开始出现卡车大排长龙，都要经过仔细检查才能继续通行。来，永平，是这次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奇袭是号称叫蜘蛛网，其实是一种木马屠城式的概念真的体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不对称战争就是我用这个非常小的成本很小型的武器，可是我可以攻你很大型以及不备。但是呢，这种战略的坏处是说，你一旦被识破了以后呢，你下一次要再重复，它有其困难。可是好处是说，因为无人机毕竟真的是很小脚，尤其是说现在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战线打到这样，他们还是有很多接壤的地方。你说透过走私啦，透过什么很多的方式呢？你颇有防不胜防。那事实上这个计划呢，根据乌克兰这边透露，他们已经准备了1年半。其实早在这个蜘蛛网计划之前的半年呢，很多西方媒体就开始在报道说，其实俄乌战争这2-3年打下来呢，对乌克兰最重要的变化呢，就是他们整个建立了非常强的无人机产业链而且乌克兰呢，本来在无人机这个领域并不是国际有名的一个国家，可是它却因为这场战争呢，它现在很多无人机的高端的研发呢，都在乌克兰已经成型。那当然，你战争的压迫这么大呢，它在这个领域的技术有所突破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西方很多在支援乌克兰。那至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这个战争能够打赢，还要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因为大家常常会觉得说，俄乌战争对台湾有什么启发？那果不其然，现在就很多人呼吁说台湾也要准备很多无人机产业等等。可是很大的一个关键呢，确实是我觉得台湾未来很大的一个就是软肋短板。就是乌克兰呢，至少有得到美国低轨卫星的支持，因为大家要知道，你无人机能够去奇袭成功呢，你一定要能够远距的掌握了相关的数据资料。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也谈过就现在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跟西方的 GPS， 它在地面接收站跟卫星数量呢，完全那个落差很大北斗卫星强很多。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的真的要考虑这种无人机的不对称战争的？那中国大陆的无人机也非常的厉害，所以到底这个部分能够对新式战争有什么启发或者是因应呢？我觉得台湾方面还要更加的警觉才行。如果大家记得，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几年以前就讲说，台湾的国防应该发展无人机，我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当时还有很多媒体反对包括很多大报的军事记者，他们在问军方了，军方大概说不行，已经看出来了嘛，你这个才叫做不对称战争嘛。什么叫以小博大？这个是叫以小博大，而且以台湾，你叫台湾去造那个轰炸机什么战斗机，没有这个能力。无人机，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而且我们的这个电脑科技什么半导体的什么蛮厉害的其实应该是可以的。那这最近的2次战争，印度跟巴基斯坦战争，巴基斯坦用歼10打掉这个法国的标风，还有这次乌克兰用无人机直入4000多公里那么远
台北到高雄才400公里啊，他4000公里进去啊，然后能够虽然是不管怎么潜伏了，然后炸掉这么多轰炸机啊，那也是这个战争史上很少有的哦。所以呢，这些大概是颠覆了很多战争的概念，跟传统的概念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啊。所以呢，这个未来啊，到底战争会怎么样的发展？就每次都有一些新的，所以战争还是要有一些想法、一些创新、一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想法。这2次战争都显示，很多时候你完全没想到，就产生这样的这个结果呢。俄罗斯太老大了，为什么呢？从来没有国家真的打进去过嘛。谁真的打进去过？2战的时候，德军那么大军开到列宁格勒打苏斯战，打了那么久。2战之所以这个后来这个欧洲这些国家，什么法国啊，什么英国会赢，因为德国的军队被陷在俄罗斯那个冰天雪地里面，几个月出不来啊，所以呢，俄罗斯他觉得说谁会来打我呢？对不对？所以呢，飞机也没有机保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警觉啊，觉得不可能嘛。不可能事就发生，休息下再回来。好，波兰这次总统大选哦，现在选举很怪，很多这种没有选过人，素人就当选。当然有他的原因，我在想，因为之前没有从事过政治，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家拿出来讲。你搞这种越久，你随便找一个事情，可能都可以拿出来骂，不管你的这个行为啊、操守，是你的政策啊、你的发言啊，可能都会被拿出来讲。但是波兰新当选的这个总统呢，从来没有从政的经验，一个经济学家，出来就当上了哈，跟加拿大那个新的总理一样，从来没有搞过政治，一来选就当上了这个总理了哈。那当时内阁制了哈，他是这个国会最大党啊。那这个纳夫罗茨基呢，赢一点点，本来他们民调是很落后的，50.89，对方呢华沙市长49.1，你看多接近，原来是落后的，但是为什么会当选呢？川普支持他，他是叫做波兰的川普，所以欧洲现在很紧张啊。欧洲原来认为说最近呢有些自由派的这个执政了。他们认为是欧洲的极右派可能慢慢不行了，没想到这种极右派以民族主义，波兰优先，波兰第一，然后选台湾了哈，所以呢就当选了啊。那现在呢，他跟欧盟跟乌克兰关系会重新盘整，因为现在波兰这个总统跟川普很好，川普也讨厌欧盟，川普也骂乌克兰，所以将来呢，那波兰在乌克兰旁边，俄乌战争的时候，波兰帮乌克兰非常多。很多难民也跑到波兰去，那将来会怎样？他是反移民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就都极右派嘛，极右派都是反移民了哈，而且反对给乌克兰那么多援助。开始波兰援助乌克兰非常多，但现在波兰的人也烦了，说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什么钱，那到底是援助乌克兰，那我们自己呢？战争打久了就会这个样子啊。那另外呢，泽连斯基虽然知道他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泽连斯基还说我们希望合作啊，也是对的，你邻居们你要睦邻啊。那另外呢，这个说他的总理是亲欧的，他现在是总统，他总统跟总理各有各的这个管的政策比如说经济就交给这个总理在管，但是总统是管另外的外交啊等等。另外呢，大家比较关切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韩国大选，韩国总统大选今天晚上8点截止投票，12点要把所有的投票箱送到计票中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哪里投票就哪里开票，他要送到计票中心，晚上12点，预计明天上午6点，大致可以知道选举的结果。不过李在明因为他的民调超越很多，他原来也是落后的，突然蹦上来了那所以民调有时候开始跟结果差蛮远的那李在明原来是不喜欢美国的但是呢，他现在也稍微改口，他说呢，韩国跟美国同盟是我们的基础啦，但是也不能对其他国家，当然是中国，也不能对他敌对嘛。你跟美国好，干嘛一定要跟中国敌对呢？这跟原来的这个总统不一样，原来总统是基本上跟中国敌对，然后呢去这个跟美国好，同时呢跟日本也好，因为韩国跟日本之间其实是那个深仇大恨韩国人很讨厌日本人，但是呢这个原来总统呢这个就认为说跟日本要化解仇恨那现在他的对手金文柱就现在的执政党呢说要部署战术核武，每个人都要一招部署战术核武对付北韩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差别金文书、李在明比较可能当选
他说任期改为4年，但是可以连任，什么意思？韩国原来总统是4年可以连任1次，那么每任总统都贪污啊，又是在第2任贪污，那么跟我们阿扁一样，第1任觉得我还要好好做，然后才能够当选第2任，到了第2任，反正最后1任呢，家人也好了，太太也好了，子女也好了，什么哥哥姐姐什么乱七八糟，那么最后都发生贪污，几乎没有一个例外。然后现在的总统就斗争前面那个总统把他关起来，所以有的总统被关在牢里，有的总统跳崖自杀都有。所以呢，就是说这样好了，不要第2任了，就1任。韩国总统只能干1任5年，1任5年还是有问题啊，对不对？1任5年还是发生问题啊。所以呢，现在就说改回去吧，改回4年可以连任1次。那金文书更觉得3年就好了，改成3年。而且没有什么连任因为他发觉自己的民调比较低，我只干3年就好了，就3年总不会贪吧，3年也会贪要贪还是会贪反正各有各的不同的主张了那另外呢，这个尹锡悦因为他被弹劾嘛，所以呢保守派，因为尹锡悦算是属于保守派，所以现在处于劣势。那新的政府一方面面临川普的关税，因为韩国外销也很多那一方面呢，面临跟这个北韩到底会怎样？因为北韩38度线离首尔很近啊，以前北韩是挖个地洞都挖到首尔去了，这个跟我们有个台湾海峡完全不同，随时会过来。看一下。南韩总统补选今天登场，台湾时间今天上午5点开始投票，民众一早纷纷涌入投票所。 제가 가게를 하고 있는데 가게도 나가야 되고 요즘 장사하기가 너무 안 돼갖고 오늘 혹시나 싶어서 그냥 잠깐 나갑니다. 根据统计，全南韩一共有14295个投票所，直到台湾时间晚上7点才会拉下铁门关闭，就怕期间出差错。当局绷紧神经，高规格维安。南韩警方一共出动2.8万人驻守投票所，还有2.9万人负责护送选票箱。韩联社分析，这次大选有超过4400万选民，40岁到60岁的选民占比最高达36.8%，这个年龄层可左右选情。但南韩有一个地方才是大选章鱼哥。 충청권의 선택에 따라 당락이 결정된다고 해도 과언이 아닌데요. 매 선거마다 대전에서 가장 많은 득표를 올린 후보가 당선되는 모습을 보였습니다. 谁能拿下中清道，谁就最可能当选总统。而目前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当地民调43个百分点遥遥领先其他对手，但最终谁会出现，最快今晚午夜揭晓。好，来，诸位。 刚刚前面讲到波兰在波兰的2个礼拜前是罗马尼亚的大选这2个国家过去都是苏联体系的一环跟乌克兰，可是因为俄乌战争爆发了以后，波兰跟这个罗马尼亚都变得很害怕，所以过去的2年这2个国家的军购的经费都大幅的成长，所以这2个国家连续2个礼拜的大选选出来的这个赢者虽然一个是罗马尼亚是亲欧的，这个波兰的总统大选的胜选人是亲美的，可是他们共同的都是反俄的这个是共同点只是在亲欧跟亲美立场约不一样而已。那波兰它是2轮投票，第1轮的时候其实原本是这个。 左翼的亲欧的这个左翼的是些微领先，只是到第2轮的时候才逆转胜。那现在现任这个胜选的被称为是大川粉他连口号我去看他竞选的口号都非常川普他竞选的口号叫做波兰第一。 波兰优先，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川普的竞选口号？美国第一，美国优先那他喊出来，其实我觉得我认为他这次会胜选，其实主要2个啦第一个，外界认为说因为波兰在这个很多政策上面还是偏向比较保守的，譬如说堕胎政策啦因为右派就比较保守嘛，右派的这个就是比较传统价值观，左派就是比较多元嘛。那波兰还是属于比较保守，再加上全球保守派最近在波兰开大会，所以波兰的保守派保守的支持者投票意愿就比较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2个是这个波兰的这一次的胜选者，他对于难民的态度，刚刚赵大哥有讲其实战争打久了，就算你本来是同情的，是支援的，可是当你造成自己国内的负担的时候，原本自己国内的民众就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去支援这个乌克兰的难民，去收容乌克兰的难民？所以当这个总统候选人喊出说，社会福利要以波兰人为优先，然后我们要去削减给这个乌克兰难民的一些资源。
的时候，其实就得到很多这个波兰选民的认同。这跟川普在去年的大选的喊出来的政策是差不多的，就是要削减对乌克兰的支出哦。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就是如果我们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期待别的国家的援助，或许一开始会有，不管是口头的援助、精神的援助，或者是甚至一些实质上的援助，一开始会有。可是救急不救穷，久了以后呢？久了以后，我们会不会像乌克兰一样，变成人家觉得麻烦的制造者？就是我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援助你呢？我一直援助你会变成我国内的负担，变成我们是被人家这样子弃养的对象。就像现在乌克兰其实面临一个非常两难的，你看俄罗斯明明是侵略者，可是现在在谈和谈的时候，俄罗斯一直在开条件呢，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让你们不可以那样。现在不管是欧盟或美国，谁在喊要制裁俄罗斯？有谁在喊吗？谁还能制裁俄罗斯？没有那谁现在在支持泽伦斯基？没有现在连他的邻国之前一直在支持这个俄罗斯的波兰，这个总统候选人在选举的时候还说泽伦斯基是个不懂感恩的人，就跟之前泽伦斯基去美国的时候，川普当着记者面把泽伦斯基洗脸啊。所以当你发生战争的时候，你短期你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国际的支持，但你长期你就真的变成人家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了。接下来再回来。